哎，你能相信吗？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，走错屋了，但毫不知情，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。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，咋回事呢？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早打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，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，我就想婉拒他们。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：一热情陪伴，2温和婉拒，能不能做到？大胖媳妇说能。但是啥叫婉拒？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，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。他说没有问题。结果中午俺俩是分头去的，我就堵高架上了，我就给打电话，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，你记住那2点没？他说媳妇没事，你别着急，我都记住了，交给我。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，但在他眼里什么海棠厅、牡丹厅、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，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，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，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。哎，那不大胖媳妇吗？他一听那没错了，这就是组织，推门而入，先自罚3杯，然后就坐下，还替我道歉。踩凉堵车，一会儿就到，我先跟大家吃。好巧不巧，人对方话也接上了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没带来呢？我可喜欢你家的孩子了。大胖媳妇很警觉，开始婉拒。孩子们在家，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，然后吃。早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。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，说实话。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，我不管，我就爱看他俩，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。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，大胖媳妇说，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，俺家长得最像外国人的肯定是我。我可以演电视剧，我演过。对方哈一桌6个人，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是也没有人在乎，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，他为什么不走？就这样，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。我到了之后，我赶紧进屋找他们，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，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，我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啥去了？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，告我我喝着呢，你快点的。我一听完了，肯定出岔子，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，我心里这个气呀，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，张彩玲，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，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？你要相信你的男人，你终究是多虑了。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，脸都喝红了，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。见着我，大胖媳妇跟我说呢，哎，你可算来了，放心吧，我说的非常好。我一进屋一个婉拒，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，人家还问呢，彩玲你们干啥呢？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？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，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。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，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，你把热点打开我就传给你。这事儿太丢人了，为了挽回颜面，我逼她下血本，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，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，这么有品味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。新年送她，祝对方一展龙颜，心意满满，和大胖媳妇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。后来回家我就说她，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？她的回答吧，居然还有点心酸。她说，也许对于你来说，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。能不能一桌吃饭，用你们的话说，就是缘分到了，你也有责任。你一来那么老晚，你是上错车了？我说我车没上错，这个事儿你不懂，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，嫁错郎。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，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《罗马假日》里赫本坐在小电动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特别强悍，弟弟像黛玉一样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咕嘟咕嘟就是灌，弟弟离冰箱2米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给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，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冰水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。弟弟一年四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喘的日子。这是爸爸，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
他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，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就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还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一个母亲一个父，exactly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待人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大品牌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了。长大了你也骨头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，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，越老胆越小；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，越老越奔放。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，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。我公公布莱恩呢，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架。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，旅游第2天布兰就跟我说，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。第1天在海南，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，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，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，然后开始唠嗑。布兰啥也没听懂，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，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，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。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，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，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。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，教他汉语的，教他唱歌的，教他跳舞的，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播英语的。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，就开始跟温迪嘚瑟，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。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，神经病。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那能服吗？第2天也去勾引老头，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。温迪懵了，头发都撩出静电了，老头们守身如玉啊！直到那天去海边，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，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，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。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，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，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，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，100全拿走。问的，啊，烦你，问的。小曼，他俩今天各玩各的，哎，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。还好啊，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，没红也没黑。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，温和不伤肤，民保都能用。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，轻薄不闷脸，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，海边暴晒也不怕。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，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，要不然怎么解释呢？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，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。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，最懂的还得是张拿铁。我就去采访张拿铁去了，我跟张拿铁说，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儿。然后坐在那说，那你奶奶说话，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。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，他不敢搭理我奶。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，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，就这老疼啊！这那中国老太太呢？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？我姥谁也不怕，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，就咔咔咔咔咔。谁敢惹他呀？不要腿了，不要腿了。